我资助了8年的女孩怀了老公的孩子，她借口父母要卖她住进我家，伙同老公给我下药，砍断了我的手脚，拔掉了我的舌头，将我做成了人质。他们住着我的房子，拿着我的钱，在我眼前过着没羞没臊的日子。我含恨而死，不想重生一世。我把老公无法生育的单子狠狠甩在他的脸上。这次，我要让你们自相残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婆，你看他这么可怜，就把他接到家里吧。老公牵着我的手，和我商量着，我这才终于缓过神来。我重生了，但我有些懊恼，为什么没有重生到我资助徐青之前呢？这样，我就不会这么恶心了。徐青是我资助了8年的女孩，她家非常贫困，并且重男轻女。她还有2个妹妹，1个弟弟。我遇到她的时候，正好是我去乡下游山玩水。我看到她哭喊着说不想嫁人。经过了解，我才知道他父亲要把他以2万元的价格卖给同村的傻子。那时候，他才14岁，正是上学的年纪，学习成绩还很好。我不忍看他的命运这么凄惨，就提出资助他。这一资助，就是8年。也正是因为他跪在我面前说的这句话，让我坠入了无尽的深渊。上辈子，我没想到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老公陈浩的，更没想到最终我会死在他们手里。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小青，你现在怀孕了。我和你姐夫平时都上班不在家，你一个人也不方便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租个房子，再给你请个保姆吧。其实，我就是看他恶心。我也知道，就算我不让他来我家，陈浩也会悄悄和他来往。毕竟他肚子里有陈浩的孩子。但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可是陈浩却生气了，他走上前把徐青搀扶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顾潇潇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没人性？你都资助人家徐青8年了，他都赶上你的亲妹妹了，你就帮帮他怎么了？他一个农村孩子，一个人来到大城市多难啊！”我冷笑一声，他今年才22岁，还在上大学就怀孕5个月了。他要是知道自己来到大城市有多难，就不会这么不知廉耻。你说什么？陈浩怒了，抬手想要打我。徐青却挡在我的面前：“姐夫，你不能打姐姐。”之后转头和我说：“姐姐，我知道我这样不对，可是我……”他用余光看着陈浩，他以为我没发现，其实我都看在眼里。陈浩放下手，牵着徐青说：“走，姐夫带你出去租房子。”
这个家太没有人情味了。不要也罢。我心里一阵讽刺。陈浩啊陈浩，你舍得不回来吗？舍得我的财产和这么大一份家业吗？我们现在住的是一套别墅，是婚前我父母给我买的。我父母开了一家公司，虽然规模没有多大，但是我的家庭却比一般人的更富足。陈浩是个一穷二白的人，当初我父母同意我们的事情，也是看中了陈浩的人品。谁知道，这才刚过3年，陈浩就变了。也许不是他变了，而是我和我爸妈以前都看走眼了。徐青被我资助了8年，他平时的时候亲切地叫我姐姐，其实背地里叫我是早就该死的老女人。现在想来，说是资助，还不如说养了一个白眼狼。刚开始的2年，徐青不主动找我要钱，都是我主动给他，他还不好意思要，对我也是十分感激。后来的几年，他开始主动找我要钱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开会，徐青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姐姐，你在忙吗？不是说好每个月末给我打钱的吗？我看演唱会都没办法付钱买票了。姐姐快把钱打给我。我当时在忙，不想和他纠缠，于是给他打去了钱。半年前，徐青开始不找我要钱了。前世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勾搭上了陈浩，还觉得他改变了，准备好好努力自己的人生了。直到他带着肚子找上门，说被男朋友骗了。我见他的肚子已经5个月，不能打掉了，就收留了他。这才知道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陈浩的。几天之后，到了我的生日，我知道陈浩一定会带着徐青回来的。我化上精致的妆容，不紧不慢地从房间里走出来。徐青穿着白色长裙，外面下雨，她被淋湿了。虽然怀孕，但她除了肚子，其他地方很纤细。陈浩两眼放光，扶着徐青坐下，并给她拿毛巾和吹风机。姐姐，生日快乐。徐青和上辈子一样，笑得天真无邪，站起来从包里拿出给我准备的礼物。上辈子的生日，徐青也是这样给我准备礼物，我开心极了，立刻给他转了1万块钱当做生活费，并承诺他的孩子出生我会帮他养大，只要他好好上大学就行。可是，他根本就不缺钱，他已经和陈浩在一起了，再加上我给他的，徐青每个月的收入最起码2、3万。怪不得他开始用好几千块钱的护肤品了。我对护肤品这方面没有什么要求，虽然我不缺钱，却一直用2、300的东西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他到我家里，看到我用2、300块钱的东西，还十分热情地给我推荐他用过的护肤品。
我十分婉转地提醒他，现在还年轻，还在上学，用不着这么贵的化妆品。他的钱应该用来学习各种技能。他却红着眼睛，委屈巴巴地问我：姐姐，就因为我是从大山里出来的，就不配用好的东西吗？不得不承认，他是会演戏的。我不再想这些事情，朝着徐青抬了抬手，在他靠近我的时候，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他可以和陈浩勾搭在一起，也可以怀上陈浩的孩子，但是上辈子我被他和他的父母分尸，我一定要还回来。这一巴掌算是利息。啪！徐青倒在沙发上，捂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还怀着孕呢。陈浩拿着吹风机走出来，看到这样的情形，质问我：顾潇潇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打他？他把徐青扶起来，眼睛里充满心疼。顾潇潇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丈夫啊！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男人？我讽刺一笑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我从未缺过徐青的钱，他来我这里都是车接车送，或者是给他钱让他自己打车。可是他却依旧勾搭上了陈浩。看来骨子里他就是这么不要脸的人。陈浩看着我，看在今天是你生日的份上，就不追究你打人的问题了。你给徐青道个歉，这事就算了。你以后别这么冲动了。她现在还怀孕呢，你也不让她住在家里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我冷笑一声，看着陈浩，她怀孕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……陈浩指着我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了想，说：好了，别闹了，你听话。让我意外的是，陈浩没有继续和我争吵，应该是徐青和他说了什么。毕竟和我吵起来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他不会想到我已经重生一次，知道所有的事情，还以为是因为他对徐青太过关心，我嫉妒了，才会打了徐青一巴掌。听话？听谁的话？陈浩还想说什么，我却不给他机会，拿起旁边的红酒杯，直接朝着陈浩的脸上扬了过去。顾潇潇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要是有病，就去看医生，别在家里发疯。你是不是忘了，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不紧不慢地说着。徐青见状，起身走到我身边：姐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别生气，不吉利。我看着他，假装无辜：我没生气呀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姐姐。徐青立刻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。陈浩冲上来，指着我：徐青，你给我滚！今天虽然是你的生日，
但你也不能这么不讲道理。要滚也是你滚。这房子是我的。我指着门口，语气平淡。和他们，我真的不生气，因为我觉得不值得。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和陈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有你。我看了一眼徐青，和他结婚这几年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让陈浩这么下不来台。也许是因为我今天说的话让他没想到。陈浩愣了一会儿，神色难看。行，顾潇潇，你别后悔。说完，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徐青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他小心翼翼地和我说：“姐姐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不看他，你也走吧，回到你租的房子里去，说不定有人等着你呢。”我说完才抬头看他，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。姐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徐青走了之后，我的生日才正式开始。这是我重生之后的第一个生日，自然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我记得，陈浩以前在饭桌上和他的朋友炫耀过，和我在一起之后，他的生活变得多好。他牵着我的手，手腕上戴着我给他买的手表，眼睛里充满自豪。结婚之后，他顺理成章地来到我家的公司工作，不到半年就当上了公司主管。我们之间也产生过矛盾，不过都是互相谦让着解决的。我觉得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吵架是在所难免的。但是，我想错了，他已经不爱我了，他爱的只有我的钱。谋财害命是个成语，不能分开。我看着陈浩扔在地上的毛巾，红酒在上面留下印记。它就像这毛巾，脏了，很难洗干净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丢掉，省得看着心烦。我联系了律师朋友阿雅，并告诉她：“阿雅，我决定离婚了。”阿雅惊讶地问：“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回答她：“陈浩出轨了，和我一直资助的那个女孩在一起，而且那个女孩已经怀孕5个月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阿雅在电话那头愣住了，随后叹了口气，表示同情。她曾经提醒过我，说我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想法也完全不同，这样的关系很难持久下去。现在看来，阿雅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家。她说的没错，我和陈浩确实无法长久相处。沉思片刻后，我坚定地说道：“我要让他净身出户。”阿雅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声对我说：“潇潇，很抱歉，但尽管他是过错方，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出轨，那么在离婚时，他可能不会被判定净身出户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明白了阿雅的意思。
阿雅提出想要过来陪陪我，但我婉言拒绝了。接下来，我开始在家中四处寻找证据。我翻遍了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和卧室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。我希望能找到一些能够证明陈浩出轨的蛛丝马迹，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陈浩的衣服凌乱地散落在地上，仿佛被狂风席卷过一般。经过一番翻找，我终于发现了目标。在陈浩的衣服口袋里，藏着一张酒店会员卡。自从我和陈浩结婚以来，我们从未一起去酒店开过房。这张卡片上标有日期，显然是半年前开通的。这意味着，只要能查出他与谁一同使用这张卡开房，我就能掌握他出轨的部分证据。阿雅建议我尽可能多地搜集陈浩出轨的证据。我拿起车钥匙，走向车库。然而，陈浩的车已经不在那里了。回想起过去我们争吵时的情景，他常常焦躁地说：“顾潇潇，我不想和你吵架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一下吧。”然后便驾车离去，留下我独自伤心难过。在他眼中，似乎只要我持续与他争执不休，就是我在无理取闹。他会要求我认错。我静静地坐在车内，启动了行车记录仪。屏幕上出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徐青和陈浩。他们手牵着手，陈浩的外套披在徐青身上。走到车前的时候，徐青双手搂住他的脖子，然后主动踮起脚尖，轻轻地吻在了他的嘴唇上。哥哥，你真厉害，居然能帮我搞定那个难缠的老女人。我真的好爱你哦。陈浩满脸宠溺地看着怀中的徐青，轻声说道：“小乖，我最爱的当然是你了。”接着，徐青娇嗔地提议道：“那我来帮你换件衣服吧。”陈浩笑着轻推他一下，示意他别胡闹。毕竟此刻两人还身处户外。然而，徐青却紧紧抱住陈浩，撒娇地说：“我才不管呢，我不想回学校了。今天你整个人都是我的。不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专属宝贝。好啦，那就听你的。我们先去找家酒店休息。”话音未落，两人便热烈地拥吻起来，伴随着阵阵急促的喘息声，以及女人娇羞的求饶声。听到这些声音，我只觉得无比恶心。他们似乎完全没有在意周围的环境和他人的感受。这样肆无忌惮的行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而此时，车内弥漫着我和陈浩一同挑选的香氛味道。原本这种香味还让我颇为喜欢，但此刻却只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感涌上心头。我迅速打开所有车窗，试图让新鲜空气吹散这股令人生厌的气息。同时，我嫌恶地将香氛扔到副驾驶座的抽屉里。
就在我准备关上抽屉时，一道亮光突然闪过我的眼睛，使得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那是陈浩的婚戒，上面还刻着陈浩亲手刻上去的字母，那可是我名字的英文。以前，每次陈浩的车送去保养时，他就会开我的车。可到底是在什么时候？又是因为什么事情？他居然跟徐青在一起后摘下了戒指，并随便地放在这里。我已无心再去追究了。我直接联系了奢侈品回收商，请他们上门回收。毕竟真金白银才是最实在的东西嘛。陈浩比我小3岁，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不太喜欢比自己年龄小的男生。因此，当他最初开始追求我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好几次。然而最后一次，他双眼通红，几近哽咽地恳求我给他一个机会。顾潇潇，我喜欢你，这与年龄毫无关系。虽然我比你小，这个事实无法改变，但我就是真心喜欢你啊。在我眼中，只有你。那一刻，我被深深打动了。自我们在一起以后，他对我关怀备至，呵护有加。后来，他向我求婚，并信誓旦旦地保证此生都会对我百般疼爱。结婚的时候，陈浩说娶到我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然而，才过去3年时间，他就把我放在了刀尖上。以前他从不愿意叫我姐姐，现在却任由徐青叫我老女人。我死的那天，陈浩冷眼看着徐青和他的父母把我分尸，埋在花园里。徐青穿着我的衣服，搂住陈浩的脖子问：“哥哥，你觉得我美还是那个老女人美？你觉得呢？她这个老女人哪有你嫩啊？”他压在徐青的身上，迫切地脱掉徐青身上的衣服。他觉得我老了，那我就让他们永远年轻。决定和陈浩离婚之后，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。我完全不在乎陈浩这几天回不回家。后来，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了：“顾潇潇，我妈生病住院了，你去医院照顾一下，把我妈伺候好了，我就考虑回家住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。”他的声音冰冷，就像命令下属一样命令我。想到阿雅说的找证据，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答应了。现在还不是彻底撕破脸的时候。来到医院，徐青也在，她坐在椅子上给婆婆剥橘子。她想站起来，却被婆婆拽住了，只是叫了我一声姐姐。我没有理会。你怎么什么都不拿就来了？陈浩的母亲看着我质问。不是，是东西太金贵，一会儿就有人送过来了。见我这么说，婆婆才终于给了我一点好脸色。我自顾自地坐下。既然有人愿意伺候她，那我当然不会没事找事的上前伺候。现在是中午，
我来这里10几分钟，陈浩就来了。他看到我，眼前一亮，看到徐青有些失落的神情，又停下了脚步。顾潇潇，你来了，怎么不接电话？我心里清楚，陈浩是个很讲究脸面的人，一定不会在这里说我和他吵架的事情。哦，出门没拿住，掉地上了，拿去手机店修了。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我提出让当医生的小姨看看能不能把婆婆换到单人间去。陈浩没有任何怀疑，把手机给了我。按照以前的情况，为了和陈浩的关系缓和，还病房的钱我一定会主动拿。但是陈浩既然有钱养着徐青，那这婆婆住院的钱，他自然是能拿得出来的。他也许真的觉得我会在这里伺候婆婆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他就离开了。可惜了，看不到一场好戏。外卖小哥拿着我在超市订的一箱泡面，在病房走廊里喊着婆婆的名字。我强忍住，才让自己没笑出声。婆婆抓着床头的东西就朝我扔了过来，这么有力气，怎么看都不像是生病的人啊。顾潇潇，我儿子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。他的声音太大，旁边床的病人和家属都看了过来。妈，你别生气，我找人算过了，就吃这个，对身体好，还能让您如愿以偿得到一个大胖孙子。那个大师可是很厉害的。姐姐，你这是迷信。徐青一本正经地看着我，紧接着拍着婆婆的后背：阿姨，你别听姐姐的，姐姐只是一时糊涂了。你懂什么？我生病的时候，婆婆就是这么照顾我的。为了让我怀孕，还让我吃各种乱七八糟的偏方，结果一点用都没有。婆婆指着我，那不是没用，那是你的肚子不争气，不像小青。她还不等说完，徐青就大叫一声：阿姨！她给了婆婆一个眼神，婆婆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。我却看懂了，看来婆婆已经知道徐青怀孕了，而且也知道这个孩子是陈浩的。然而，我不禁疑惑起来，这真的是陈浩的孩子吗？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，我委屈地哭诉道：是的，是我的肚子不争气，可我并没有恶意呀，这一切都是大师所说的呀。周围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起来。婆婆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她愤怒地命令我立刻离开，但我仍然不依不饶地说道：婆婆，请您别生气，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您好啊。您看看，尽管我一直资助徐青上学，但总不能老是随意指使人家吧。更何况，她现在还怀上了不知道是谁的孩子。这样吧，我去帮您找个护工来照顾您。这一次，徐青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不见了。
即使他打扮得再光彩照人，又如何呢？依然无法掩盖他是依靠别人的资助才能来到这里的事实。病房里的一位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插话道：“这可真是小刀划屁股，开了眼了。”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不断地咳嗽着，同时用手指着门口，让我马上离开。不用她多说，我本身也要走的。得到陈浩手机后，我毫不犹豫地点开查看，然而并未发现他与徐青之间的聊天记录。但当我点击进入账单时，却察觉到一丝异样。仔细一看，他们的第一笔转账竟然发生在半年之前。本以为经历过生死之后，再次面对这些，我能够心如止水。可事实并非如此。当看到那笔醒目的520转账时，心头还是控制不住的微微作痛。我强忍着情绪，继续往下翻阅，这才注意到陈浩每月都会给徐青固定赚一笔钱，而平日里也会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小额转账。更令我心生悲凉的是，他居然还点赞了徐青专门为他发布的那条微博。显而易见，这条微博对我是不可见的。我最爱我的老公。配文下方附有一张两人在酒店相拥的照片，但头部被巧妙地避开了。而时间恰好是我生日的当天，我默默地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将这些内容全部录制下来。随后，心中竟涌起一股庆幸的感觉。还好，我和陈浩之间尚未育有子女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根本不配拥有我为他所生的孩子。可是转念一想，我们并没有做错事。为什么结婚3年，我都没怀孕呢？我把手机还给陈浩。你今天能来医院，做得不错。他高高在上地表扬我。我笑了笑，说，既然婆婆在这里住院，那我们也把身体都检查一下吧，正好看看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要是有问题，就一起治疗了。陈浩以为我在和他示好，欣然接受。于是，我们顺利地做了检查。上辈子，我没有怀疑过徐青和陈浩，是因为我知道徐青上大学之后，谈了个男朋友，2个人的感情很好，在学校的成绩也很突出。她还给我看过她男朋友的照片。经过调查，我才知道，这应该是她故意展示给我看的。他们应该早就分手了，并且还是徐青提出来的。她和那个男生说自己怕穷，还主动说了自己的家世。她说自己配不上任何人，让对方离开。那个男生心甘情愿和她一起努力，她却开始不搭理人家，之后就和陈浩勾搭在一起了。分明是嫌弃对方没钱，许清却把自己包装成了虚伪的白莲花。我还调查到，徐清和陈浩在一起的同时，
还和一个50-60岁的老头在一起了。那个老头是个暴发户，很有钱。我不是圣母，和陈浩离婚只是个开始。回到家里，我本想休息一下，阿雅就给我发来了消息，是一个链接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是陈浩母亲前几天发的，标题是没良心儿媳给婆婆吃泡面。她先拍了病房，之后对准了桌子上的泡面箱子，声泪俱下，说这是儿媳妇去医院看她的时候专门买的，买了整整1箱。儿媳妇答应儿子会来医院照顾她，可是送完东西就不见人影了。最后，她还说自己人老了，快死了。视频里，她不断咳嗽。我看了看评论，很多人在下面为婆婆打抱不平。阿姨，你肯定能长命100岁。你儿媳妇不是好人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阿姨，给我地址，我帮你收拾你儿媳妇，让你儿子快离婚。有人通过病房的环境看出来是医院的单人病房，于是劝婆婆想开点。下面的人都不断叫着婆婆，说要去医院照顾她。看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婆婆也回复了一些评论，说病房是儿子给安排的，说儿媳家里很有钱，但是却很抠门，一点都不愿意拿出来。我被人肉了。有人查到我家的地址，朝着我家大门扔臭鸡蛋。阿雅发出一份律师声明，这才让这帮人不来我家堵我。于是，我开始处理离婚的事情。自打我去了医院之后，陈浩就只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我的语气冰冷，什么事？他什么都没说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好像有毛病。我答应他去医院看看，却没答应要伺候他妈。再说，不是有人伺候吗？也用不着我呀。因此，我主动给陈浩打去了电话。从电话里我都能听出来，他的语气十分得意。你知道错了，我们好好谈谈吧。行，等我下班，你来接我。不，你直接回家，我就给你2个小时。如果你不回，我就起诉离婚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顾潇潇，你至于吗？我不想听他说话，于是直接挂了电话。紧接着，我让阿雅来到我家里。见到阿雅，陈浩的表情有些撕裂，因为他知道阿雅是律师。看看吧，要是没问题，就签字。我把离婚协议摆在他面前。顾潇潇，你别胡闹，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。陈浩没有看协议，而是看着我，那意思想让阿雅离开。我觉得，你应该知道你妈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吧？对我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，你知道吗？再说，我有答应过你去医院照顾她吗？
阿雅也开始履行律师的职责，说：“你的母亲要是今天下午之间不在网络上道歉并澄清的话，这份离婚协议就作废了。后续的事情，我会和你对接。”顾潇潇，你至于吗？我妈都出院了，她回农村了。陈浩想了想，问我：“你这个着急和我离婚，不会是外面有人了吧？”我不敢相信地看着他。他找小三都找到我身边来了，居然敢说我在外面有人。我打开手机，翻出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视频。我再次听到了那恶心的声音。陈浩变得慌张、震惊，他跪在我的面前：“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签字吧，之后和阿雅联系就行了。我不想看这个恶心的男人了。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十分犯胃。1个小时之后，他母亲把发布在网上的视频删除了，甚至连账号都注销了。我就知道会这样。他母亲也知道我发现了事情，于是开始给我发语音，从刚开始的谩骂到后面的服软。陈浩也不断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把手机关机了，知道着急了。晚了，陈浩没办法，只能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名字，并且是净身出户。我爸也把他从公司开除了，他没有纠缠我，而是去找了徐青。毕竟徐青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，可是徐青却不搭理他，甚至从陈浩为他租的房子里面搬了出去。陈浩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，从农村赶了过来，他们以为是我把徐青藏起来了，就找上了我。这2天，医院给我发来了我和陈浩的体检报告。看到报告单之后，我兴奋地给自己开了瓶红酒。还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啊！他们找上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开心地品尝着红酒。陈浩母亲在门口大喊：“顾潇潇，你把徐青藏在什么地方了？赶紧放了他！他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大孙子呢。”我从屋子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陈浩的体检报告。我笑着说：“你真的觉得你要有大孙子了？”陈浩皱了皱眉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把体检报告甩在他的身上，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活得明白一点。陈浩看了看我，之后开始翻体检报告，看到最后一页，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我继续说：“看完了，那就请你们离开吧。”出乎意料的是，陈浩并没有走，而是直接跪在了地上：“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。”他母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拽着陈浩：“儿子，你干什么呢？赶紧起来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怎么能给这个女人下跪呢？快起来！”陈浩痛哭流涕：“老婆，我爱你，你原谅我。”
他母亲还在说：“我们去找徐青啊，他肚子里可是我的大孙子。”陈浩对着他妈大喊一声：“妈！”不是的，徐青肚子里的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根本不能生孩子，我是个废人，我不能生育啊！他母亲不敢相信，儿子，你在开玩笑吧？陈浩把体检报告给了他妈，他妈看完，跌坐在地上。我继续品尝着红酒，陈浩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赶紧离开吧，否则我就要报警了。说完，我转身进了屋。接下来，我还要对付徐青。上辈子，他叫来他父母把我分尸，这笔账还没算呢。我向他学校提交了他当小三、未婚先孕，还有我资助他的证据。学校决定严肃处理。可是徐青已经很久没去学校了，我这才知道，徐青去了那个包养他的老头身边，他肚子里的孩子也是那个老头的。陈浩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得知了这件事情，找到了徐青所在的住所。他找上门的时候，那个老头也在。此时，徐青已经怀孕7个月了。老头趴在她的肚子上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这里面是我儿子，我终于要有儿子了。”老头有2个女儿，就是没有儿子。徐青和他在一起，他给了徐青50万，徐青就为他生孩子。陈浩破门而入，把徐青和老头都吓了一跳。徐青看到陈浩，惊呆了。陈浩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陈浩冷笑一声：“徐青，你把我害得好惨。”老头站了起来：“你是谁呀？谁让你闯进我家的？你这是私闯民宅，我要报警。”随后，老头和陈浩扭打在一起。老头毕竟年纪太大，在扭打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，直接死了。陈浩慢慢走向徐青，他的双眼通红，像是要吃了徐青。徐青赶紧后退，并说：“哥哥，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，你别吓我呀！”放屁！老子根本生不住孩子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都是因为你，顾潇潇才和我离婚的。徐青被吓得破了羊水，他祈求陈浩把他送去医院，陈浩却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，转身离开。1个小时之后，徐青生下一个死婴，自己也因为大出血而死去。陈浩以为那老头只是晕过去了，徐青也没死。于是，他又来找到我，跪在我家门口，祈求我的原谅。随时而来的还有几个警察，他们用手铐铐住陈浩。陈浩还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喊大叫：“你们凭什么抓我？陈浩，你涉嫌杀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我没有，我没杀人。
我这才知道，徐青和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有那个老头，都死在了陈浩的手里。陈浩被判了死刑，他母亲精神崩溃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后来才得知，徐青的父母把另外2个女儿给卖了，为了给儿子攒彩礼。这样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管？于是，我直接举报了他们。经过调查，徐青的父母因为买卖人口被抓了进去，还不用我出手，徐青就死了。这让我突然感觉有些空虚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只要这一世我还活得好好的就行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